破香而入道，无我而现佛。梵音堂精心策划了《金刚经》智慧系列影片，让我们一起听佛语，现本性。欢迎收看第9期。我们常常怀着满心的虔诚走入佛堂，拿起《金刚经》，以为只要每天诵一诵就能趋吉避凶、平息烦恼。但你有没有发现，有时越念烦恼越多，本该带来宁静的经文，反而让我们心更乱，情绪更起伏，甚至对人我关系更加敏感，执着加重。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？是我们诵错了吗？还是《金刚经》本身太深奥？其实问题往往不是经文，而是我们对经文的理解与用法出了偏差。我们把《金刚经》当成了保佑的法宝，却忘了它真正的本意是破除执着。这部经不是让我们抓住什么，而是让我们放下那些看似安全实则沉重的我见法现。当我们把诵经变成一种形式，甚至变成焦虑来源时，修行就变了味。佛陀说，若现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可我们却常常在相里打转，看不见非相的智慧。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重新认识诵金刚经的真意，揭开5个让人越念越痛苦的误区。我们不是要责怪自己，而是要一起从误区中醒来，让这部千年经典真正成为我们生命的明灯。在我们开始诵读金刚经的时候，往往带着一种很自然的期待，希望它能保佑我们平安事业顺利，家人健康，甚至转运改命。这种心态或许是出于对佛的信心，但若我们深入去看金刚经的核心，就会发现这部经根本不是为了求保佑而说的，它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破除执着，彻底看清生命的真相。若我们把它当成护身符，就像拿着医书却不照做，只是压在床头当保平安符，最终既得不到智慧，也得不到真正的解脱。佛陀在《金刚经》中反复强调破相。什么是相？就是我们对我的执着，对外在事物的执着，对有形有相的追求。佛说，若菩萨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受者相，即非菩萨。意思是说，一个真正修行的人不应该执着于我是谁，他对我怎样，这件事好不好，这类自我中心的念头。而当我们诵经只是为了我想要什么，我希望佛菩萨帮我，这其实正是佛陀要我们放下的东西。换句话说，当我们抱着强烈的求念去诵经时，看似虔诚，实则正在强化我相。这样的修行方式不但得不到清净，反而会让烦恼更深，因为你的心始终攀援在外境之上。有些人说，可是我真的有求应验啊，我念金刚经之后工作顺利了，考试过了，病也好了。这不是佛法不灵，而是佛法本来就具备转化心念与能量的力量。当我们诚心诵经，内心自然会变得平静，这份善念与正向能量自然也会影响我们的因果与环境。但若我们因此就误以为金刚经只是个灵验的法器，只要多念几遍就能如愿，那就本末倒置了。这样的修行只是停留在交易性信仰，是拿经典当成交换的筹码，而非觉醒的契机。真正的功德不是从我希望怎样的欲望中生出来的，而是从我看清一切无常无我的智慧中涌现的。金刚经说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若现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当我们明白这句话的深意，就会知道佛法不是来满足我们的欲望，而是来帮我们看穿这些欲望背后的执着与虚妄。你越是想抓住什么，越是痛苦的根源，你越能放下执着，越接近解脱的本源。我们不能否认，初学者在修行路上常常是从求开始的，求平安，求顺利，求解脱。这些念头本身并不是错，而是入门的起点。但佛法的道路是要我们一步步从求走向不求，从住相走向无住。这就是《金刚经》所说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不住于形式，不住于贪求，不住于自我，也不住于经文本身。
当我们能把经文当成一面照见自心的镜子，而不是一把万能的钥匙，那么我们才真正走上了佛陀所指的道路。所以，若我们诵经只是为了求得某种结果，那不过是穿着佛法的外衣，走着世俗的老路。真正的修行，不是我要从佛那里得到什么，而是我要学会放下我对什么的执着。这样的修行才会让我们从根本处转变命运，从内心开始安稳，而不是被外在的得失起伏牵着走。金刚经不是保佑的咒语，而是智慧的宝藏。当我们明白它是用来破相的，而不是宝相的，这部经才会真正发挥它的力量，让我们从烦恼的深处走向真正的自由。我们很多人诵金刚经时，最在意的是诵得熟不熟，能不能一气呵成，没有读错，速度够不够快，甚至有人把背诵金刚经当作一种成就，仿佛只要能背下来，就证明自己修行有功。但我们是否想过，诵经的目的真的是为了背诵吗？佛陀在说法时，从来不是要我们记住话，而是要我们悟道理。诵经只是手段，观心才是修行。若我们一心求背熟，而忽略了每一句话背后的智慧，那么再多的背诵也只是在口头转动，不曾进入内心，经文也就无法真正发挥作用。金刚经之所以被称为破相之经，是因为它的每一句话都在挑战我们的惯性认知，例如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。这不只是让我们念念过去的句子，而是要让我们反思，我每天活着，是不是总在维护一个我的形象？是不是总在分别你错我对，我该得我不该受？这些内在的分别执着计较，才是佛法要我们去照见的内容。如果我们念了几百遍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，却从未停下来想过我今天起烦恼是因为执着了哪个相，那么我们只是在诵音，不是在诵心。佛法讲闻思修，闻是听闻读诵，思是思维理解，修才是实践，这三者缺一不可。若只闻不思，经文就成了声音的堆叠；若只思不修，智慧难以落实；若只修不闻思，方向可能偏差。而今天许多人诵经只停留在闻的层面，背得滚瓜烂熟，却未曾思维佛为何这样说，更未曾修持我该如何改变心念。这样的诵经就如同读了一本医书，却不去服药，明知心病的病因，却不肯对症下药，自然难见成效。更有甚者，诵经时反而因求快、求整齐、求标准而心浮气躁，一旦读错一句就懊恼，一旦莫完成预定的变数就焦虑。这种情况恰好违背了《金刚经》的核心精神，放下执着。佛陀说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我们却对诵法起了执着，住在仪轨里，住在字句里，却忘了真正的心性修行。修行不是技巧的堆砌，而是态度的转变。诵经真正的力量不在于声音，而在于心与经的对话。我们能不能在诵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的时候，真的升起一念关照，我对这段感情、这份财产、这场误会的执着，是不是也是一场泡影？如果我们愿意将诵经的时间变成关照的时刻，每一字每一句都不是完成任务，而是看见内心，那么诵经才会从形式变成力量。金刚经是一部转心经，不是要我们增加知识，而是要我们改变看世界的方式。当我们念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时，我们是否关照到，我是否住在对他人的怨恨里，住在对自己的评价里，住在过去的遗憾和未来的焦虑里？如果没有这种对话，那诵再多的经也难以让心转化。诵经不在多，而在能否入心。就像一杯水，即使只滴一滴墨水，只要它沉入水中，整杯水都会被染黑，而若只是浮在表面，不论再多也改变不了水的清澈。我们诵金刚经也该如此，让一句话进到心里，沉到烦恼的深处，才是真正的修行。所以
我们不必在诵经中追求速度与数量，更不需强求背诵，与其一心求熟，不如一句句慢读，读一遍观一次心，与其诵千遍不解其意，不如诵10句而彻底觉醒。当我们把诵经变成观心的修行，把经文变成内在镜子的时候，佛法才能真正落在我们的生命中，而不再只是飘在空中的文字。我们诵的每一遍《金刚经》都应该是一次破执之旅，一次觉醒之路。在我们日复一日诵读《金刚经》的过程中，许多人会不自觉地掉入一个陷阱，执着于诵经的形式，每天要念几遍，时间要固定，姿势要端正，口音要标准。有些人甚至会因为念错一个字就懊恼良久，或是担心莫完成预定的遍数会功德减半，彷佛诵经变成了一场不能出错的宗教作业。但我们若静下心来想，佛陀在经中强调的是破执，我们却反而把诵经本身当成了一种新的执着，这不是正好违背了佛法的本意吗？《金刚经》开宗明义指出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而相的范围并不仅限于世俗的名利情感，甚至也包括我们在修行过程中的一切行事规矩。佛陀并不反对形式，形式能帮助我们入门专注，但他要我们明白，形式只是工具，不是目的。如果我们把形式看得太重，心念反而会落在我今天念得完整吗？我是不是比别人念得多？这样诵经是不是就比较有功德？这类比较与焦虑中，那么我们已经不是在修行，而是在强化自我。佛法讲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意思是我们要从内心真正放下对一切事物的执着，包括对诵经本身的执着。有位修行人每天念《金刚经》3遍，从不间断，但他内心却常常烦恼，如果今天默念完怎么办？如果念错一句，会不会被佛菩萨责怪？如果别人念得比我多，我是不是就不够精进？这些念头看似与佛法无关，实则正是住相的表现，住在形式，住在结果，住在自我评价中。佛陀说，若以色见我，以音声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现如来。这不就是在提醒我们，若执着于外相声音与形式，就永远见不到真正的佛法与清净自信。诵经的目的是为了破除我们对我的执着，而不是去建立一个更大的修行我。若我们因为诵经感到骄傲，或因为诵错一句而自责，这些情绪其实都在增长我执，觉得我修得好，我不够好，我不如别人。这样的修行是背道而驰的。金刚经真正的力量不在于你念了多少次，而在于你有没有看见自己的心，有没有在那句法上应舍。何况非法中顿悟，连佛法都要放下，何况诵经这种形式。我们常说佛法是究竟法，是带我们走向究竟解脱之道的智慧之光，那它怎么可能被困死在某个固定的行为上？如果诵经可以令你放下执着，那就是善用形式，但如果诵经让你更执着于规矩与功德，那么这形式就成了障碍。佛陀当年传法是随机应变，应病与药，他对弟子的开示也从不拘泥于一种方式。真正的佛法是活泼的、灵动的，是让我们心灵自由的，不是把我们框进另一次宗教惯性的牢笼。我们可以诵经，可以持咒，可以参禅，但这一切都应该是为了破执，而不是建立新执着。形式应该如同一艘渡船，帮助我们过河，而不是我们上岸后还要扛着船走。佛陀说，如来说法者，无法可说，是名说法。也就是说，佛法本身是无固定形式、无固定语言的，是为了破相而说，为了让我们不住一切法而说。如果我们执着诵经的声音一时速度，却忘了它背后破执的用意，就好像我们在看指月之指时，忘了仰望那真正的月亮。因此，我们要提醒自己，诵经不是做给谁看，也不是完成某种宗教仪式，而是一次又一次的关照自心，破除执念的修行。
如果今天你的诵经时间充足，那就静心诵读，细细体会每句话的意义。若今天繁忙无法诵完，也不需内疚，因为佛陀不会责备你。真正需要关照的是我为何因此焦虑。当我们能够自在诵经，放下形式，回归本心，金刚经的智慧才会在我们的生命中自然开展，让我们真正体会到无助而生心的清凉与自在。很多人开始诵金刚经，是因为在人生低潮中寻求慰藉，情绪困顿，压力太大，或者感情受挫，工作不顺，总希望能借由诵经让心情平静，问题消失。这样的出发点无可厚非，毕竟当我们痛苦时，自然会想抓住一根救命稻草，而佛经看起来那么庄严，充满智慧，似乎只要诵它就能立即见效，情绪转好。但事实往往让人意外，有些人诵经后反而觉得心更乱了，烦恼冒出更多，甚至开始对自己产生怀疑，我是不是不够诚心，我是不是没福报？为什么别人诵经后那么受用，我却越念越痛苦？这其实正是修行路上的一个常见误区，把佛经当作情绪速效药，却忘了它真正的作用是看清情绪的根本。佛陀在《金刚经》中说：若现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所谓的非相，不是否定情绪，而是看清情绪只是短暂生灭因缘和合的现象。情绪本来就像云一样会变化，有喜有悲，有晴有雨。佛法的智慧不是让我们逃避这些，而是帮助我们看透它。可是我们很多人诵经的时候，带着一种潜意识的期待，我今天很烦，只要诵个3遍就该不烦了吧。但这种想马上舒服的念头本身就是一种贪快、贪稳、贪解脱，这不正是《金刚经》要我们放下的重心吗？我们以为诵经能消除痛苦，其实是希望用修行来逃避现实的对抗与挣扎。可是经文是镜子，不是麻药，它会把我们内在压抑逃避的东西照得清清楚楚，让我们不得不正视那些一直想躲开的痛。当你静下来诵金刚经，你可能突然想起某个伤害你的人，情绪因此翻搅，或者你看到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这句话，心里却无法接受。我努力的一切真的只是泡影吗？我的爱情、事业、家庭真的都是虚妄的吗？这些冲突与反感不是经文的错，而是我们内心深处执着太深，一时无法松开。诵经就像一把手术刀，揭开我们长久不愿面对的情绪伤口。开始会痛是正常的，甚至是必要的，因为不痛就无法疗愈。佛法不是糖果，而是药，有时是苦口的良药，让我们在刺痛中觉醒，在破碎中重建。如果我们诵经只是为了短暂的心理安慰，那么一旦无法如愿，就容易起烦恼，甚至开始怀疑佛法无用。这其实是对佛法的误解。佛从未承诺诵经能让你马上快乐，而是教我们从无常中看见不值，从幻象中发现本心。诵金刚经不是让我们不痛，而是让我们学会如何带着痛也能活得清明自在。当你愿意不再抗拒情绪的波动，而是在诵经中看见情绪的来去转化根源，那么烦恼就会转成智慧，痛苦也会成为解脱的契机。佛法讲烦恼即菩提，不是说烦恼本身是好事，而是说当我们不再逃避烦恼，而是透过佛法的镜子认识它、转化它，那么烦恼就会变成通往菩提的门。就像诵金刚经，你可能从一开始只是为了平静心情，但诵着诵着，若你开始反省，我今天为什么这句经文让我这么不舒服？是不是我在某件事上有了贪求？这时你已经开始进入真正的修行。这时的诵经不再是求结果，而是活在当下的觉知练习。因此我们要放下对诵经效果的期待，把每一次诵经都当作一次与自己的对话，一次照见内心的旅程。金刚经不是逃避现实的安慰剂，而是让我们有勇气面对真相的智慧之光。
如果你在诵经时感到不安起烦恼，别急着否定自己，也别急着怀疑佛法，那也许正是佛陀在你心中敲门的声音，提醒你看见情绪不等于失败，而是开始。当我们诚实地面对内心，而不是急着解决问题，那才是真正的修行，也才是诵《金刚经》最大的功德所在。在接触《金刚经》一段时间后，我们常会听到一个字“空”。经文中反复强调无我、无人、无众生、无寿者，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甚至连佛法本身也说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，让人读起来觉得佛陀似乎是在否定一切世间万象，甚至否定修行这件事。于是有些人开始产生误解，认为空就是什么都不在意，什么都不做。有些人甚至把空当成逃避现实的借口，遇到困难就说反正都是空，对人冷漠疏离就说我不执着，对自己的懒惰推卸责任时说随缘就好。但这样的理解其实已经严重背离了《金刚经》的智慧精神。空不是什么都没有，不是对人生冷漠不关心他人，更不是否定价值、否定努力的借口。佛教讲的空，是一种看透事物本质、超越表象、不被假象所迷的智慧。《金刚经》的核心目的就是破除执着，让我们看清万法皆因缘生灭，没有固定不变的我，没有永恒不变的关系与成就。既然一切皆无常，就不应固执，不应攀附。然而这种不执着并不等于不作为，更不是不负责任。佛陀说无我的同时，也说发菩提心，要行六波罗蜜。这意味着佛法并非消极避世，而是积极入世。只不过我们的出发点不再是我想证明什么，我要得到什么，而是从智慧出发，从慈悲出发去行动。真正懂得空的人，不会什么都不做，而是什么都愿意做。只是不执着成果，不会什么都不管，而是什么都能管，但不被情绪绑架，不为名利所动。比如我们去帮助别人，不是因为我要建立一个我是好人的形象，而是看到对方有苦，愿意去缓解，那是一种超越自我的慈悲。但若我们误解了空，就很容易滑向两个极端，一是消极避世，把一切都推给无常因果缘起，让自己什么都不努力，什么都不面对；二是情感冷漠，对身边的人事不闻不问，还自以为那是放下或出离心。事实上，真正的出离心不是逃避责任，而是在尽责之中不被牵绊；不是关系疏离，而是在关系中保持清明。佛陀本身就是最大的榜样，他觉悟之后并没有隐居山林，而是四处弘法45年，广度众生。他看透了空，却依然深深投入于有情世界，这才是真正的智慧与慈悲。从《金刚经》的语境来看，空不仅是一种认识世界的角度，更是一种修行的态度。它要求我们对外境保持清明，对内心保持柔软，明白一切如梦幻泡影，但在梦中仍然要扮演好每个角色，只是不再被角色绑住。比如我们是父母，就尽责养育孩子是子女，就努力尽孝是朋友，就真诚以待是修行者，就如理如法去实践。但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因缘和合，不会永恒，所以不再用必须成功、不能失败这种二元对立来折磨自己。这种智慧才能让我们活得自在，不焦虑，不怨天尤人。我们若只看见空字的表面，却莫深入经文体会佛陀为何说空，那我们就容易把它变成口头禅，甚至是精神鸦片。但若我们真正在修行中体会到空不是否定存在，而是看清存在的本质，就会从中生出一种力量，不是逃避现实的空，而是勇敢面对一切的空。不是懒散无畏的空，而是放下执着后更有智慧的行动的空。因此真正的空不是放弃，而是放下；不是退缩，而是觉醒。我们在诵《金刚经》时，如果能把每一句飞向无我读进心里，就能提醒自己，我不是要否定一切，
而是要放下执着，用一颗柔软而坚定的心去面对这个多变却充满机会的世界。当我们这样理解空，就不会再误入极端，也不会在诵经的路上走偏，而是能真正把《金刚经》的智慧活在每一个日常当中。走到这里，我们应该慢慢明白了，诵《金刚经》从来不是为了累积功德数量，也不是为了快速解决问题、逃避痛苦，更不是为了背诵流畅、形式完美。真正的诵经是一场观心与破执的修行，是把每一句经文都变成照见自心的镜子。我们不是在完成一个宗教任务，而是在一步步靠近自己内心的真相。诵经的价值不在声音的大小，不在遍数的多少，而在我们是否在那句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时，真切地反思我的心现在住在哪里，是否住在烦恼里、情绪里、得失里、成败里。如果住了，那我能否放下，重新升起一念无所执着的清明之心？佛法之所以难，是因为它不是叫我们去做什么，而是叫我们放下非做不可的执念。《金刚经》之所以深，是因为它直指根本，从我相人相这些最细微却最顽固的执着下手，让我们照见那个时时刻刻都想掌控一切、评价一切的自我。如果诵经只是增加知识，而没有让我们的我执动摇，那么这场诵经就是白费了。佛陀说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，意思是连佛法的教义文字方法到了某个阶段都应该放下，何况是我们平常那堆满头脑的烦恼与分别心。诵经的本质是修心的关键，是破执的起点，是观心没有关照，诵经就变成口头禅，没有破执，修行就只是在原地绕圈。我们诵《金刚经》，每次念到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时，心中是否真正升起一念领悟？那场让我痛苦不堪的争执，那个让我夜不能寐的人，是否其实就像梦一样终将过去？我是否还在用过去的我判断现在的一切？我是否还以为修行是要变得更好，而不是看清没有一个固定的我？这些问题，如果我们在诵经中从不去问，那么我们就错过了《金刚经》真正的力量。真正的诵经是让心慢慢变得柔软，从原本的强求与抗拒转为接纳与理解。我们会开始懂得，不是世界不公平，而是我们的执着太重；不是人生太痛苦，而是我们对痛苦的反应太剧烈。金刚经不是告诉我们不要努力，而是教我们在努力中不执着；不是教我们看破红尘，而是让我们在红尘中看破相的虚妄。当我们开始不再追求诵经有多快，而是在每一句经文中慢慢体会佛陀的用心，那么这场修行就真正开始了。因此，诵《金刚经》的正确方式，不是诵几遍就灵，也不是诵熟了就懂，而是每一次诵读都当作一次内在的关照练习，将经文的智慧对照自己的烦恼、贪执情绪与念头，在念无我相的时候，看见自己对名利的执着；在念应无所住的时候，发现自己总是在计较对错的事；在念如梦幻泡影的时候，学着放下那早该放下的执念与纠结。这才是《金刚经》的真正功德，不是让你得到什么，而是让你不再执着于一定要得到什么。当我们从形式中走出来，从声音中走出来，从功德心态中走出来，把诵经变成观心破执转念的契机，那么无论诵几遍，都会与佛陀的智慧相应。真正的佛法不是用来炫耀的，也不是用来求助的，而是用来觉醒的。觉醒的第一步不是背述经文，而是看清自己觉醒的每一步，也都从这样的观心开始，慢慢将我执松开，让智慧的光芒穿透我们内心的迷雾。所以让我们不再问诵经有没有用，而是问我是否愿意透过诵经来照见自心。让我们不再计较诵得快不快、熟不熟，而是专注于我今天从经文中看见了什么。这样的诵经
才是有力量的诵经，是一场真正通往觉悟的修行之路。走过这一趟对《金刚经》的深层探索，我们终于明白，诵经不只是口中的声音，而是心中的觉醒。它不是用来向外祈求的神奇法宝，而是用来向内照见的智慧明灯。若我们只是为了保佑、为了功德、为了快速解除痛苦而诵经，那么诵得再多，也只是转动形式的轮子。唯有在每一字每一句中关照自己的念头，觉察自己的执着，诵经才会成为真正转化生命的力量。金刚经教我们放下我，放下法，放下一切相。这不是消极逃避，而是积极的回归本心，在世间的变幻与痛苦中找到真正的安稳与自由。修行不是要成为一个完美的人，而是成为一个清醒的人。当我们面对烦恼时，愿我们记得佛陀曾说，若现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当我们陷入执着时，愿我们记得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这些不是空洞的句子，而是穿越千年的智慧，等待我们在诵读中一一实践。愿我们把诵经当成一场温柔的回归，不是对外寻求什么，而是学会安住当下，照见本心。愿每一位诵金刚经的有缘人都能在经文中找到内在的平静与力量，把这份觉知与慈悲回向给自己，也回向给这个仍在烦恼中的世界。南无般若智慧佛。下一期我们将深入揭开修行为何总让人迷茫的真相。很多人想修行，却不知道从何开始努力精进，却常感内心空转不见方向。其实佛陀早已给出最清明的答案，他用了整整22年讲般若法门，就是为了引导我们破除迷惑，看见智慧的源头。这部经正是解开修行迷雾的钥匙。下一集我们将一起走进佛陀最核心的般若智慧，看见真正修行的起点与终点。敬请期待。